大家好啊！昨天晚上啊，我的老豆转了一篇微信的文章给我，名字叫 DeepSeek 老年人使用指南。DeepSeek 是新出的一款中国的 AI 啊。那我表面上波澜不惊，跟他闲聊几句，其实我是大为震撼啊！我今天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老年人如何使用 AI 啊，来帮助自己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你是新朋友呢，我叫威廉，我和我太太啊，我们全家生活在大马。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中年人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并且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那我们讲回来，通常在我的概念里啊，老年人呢是网络时代，是这个 Z 时代的受害者，因为他不是互联网和 IT 技术的原住民，很多事情搞不明白，他的知识更新啊相对落后。那我说的是一个普遍情况，比如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也没有接受过多么多的教育，他很多当今社会的科技人文的事情都理解不了。说他大受震撼呢，是因为原先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有些落后时代了，但是这么快啊 ，DeepSeek 才出来多少？1个月，1个多月，就已经让他接触到，他把这个文章还转给我，其实我有些汗颜啊。第二个震惊呢，来源于他去接受这样新技术啊之快。你看这次是1个月，再回溯啊。之前他接受微信啊，我记得是过了好几年，微信可能是15、16年前出的吧。刚开始他是坚决不用的，他觉得这里面有骗人的东西。有了支付他用了之后，出现了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这些支付，他也不用，他也担心骗人、骗钱。花了好多年。那你再往前倒，用智能手机，这个过的时间就更长了，这次就这么快。那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的，我觉得要从3个部分。第一呢，为什么老年人适合使用 AI？第二呢，老年人如何使用 AI 是一个 how 的问题。第3个呢，我对 AI 让老年人去使用，那包含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一些思考，我想就和您分享。我们来说第一个部分老年人真的蛮适合使用 AI 的。你看AI 它本身容错能力很强，它对我们的使用格式，我们说话的标准化没有太高的要求。你说老年人如果要用，我们来讲像微信WhatsApp， 他首先要学会注册，他要了解这个什么是对话，什么是群聊，要设置各种各样的安全功能打电话该按哪儿，我们要帮着他们慢慢的有一个斜坡，这样一个 learning curve， 帮助老年人去克服。你再往前，为什么手机使用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呢？他要学习的东西更多了，他第一次接触触屏pinch 放大双击，怎样安装程序卸载等等等等的，对他们来讲学习难度是很高的。但他已经会用手机的情况下，打开一个 AI， 说什么拍什么图片打什么字进去都是可以的没有一个说错的问题。错了 AI 也会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或者这个查无此事请你重新说一下，没有任何的难度。那他使用的场景也很多你想那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了像老年人的寻医问药，老年人出门办事，那在上海要办个什么证件，你问他会告诉你上什么网站经过什么路径，一步一步准备什么文件，把它给办下来。第3，老年人身边我们又不在那作为中年人的幸福生活就要关照好老年人嘛。那他们的情感需求，他们的关系处理，像这个我妈有时候脾气比较大那我爸怎么跟他相处如果觉得我们对他的陪伴少了，那他应该如何来和我们去讲这个事情呢？他要寻医问药，看一片药怎么使用，什么副作用 ，AI 都可以，它的适用面很广此其一。再来呢，刚我也有一些提到其实老年人呢，我们仔细想一想，他和小孩是一样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以我的父母来说就是这样，没有接受太多太好的这个教育那他很多这个事情并不了解，平时呢他就这样过去了他不去接触这个事情，手机我就不用，微信我就不用，新的科技我就不去关心，不去理解，会和时代慢慢就产生一个脱节。但凡有呢，他
更容易变成一个受害者，对吧？像我爸就很听信广播台说啊，什么什么保健品比较好，哪个名人代言了什么东西，他们赚点钱啊，真不容易，那就很容易把钱给交出去了。之前我们和梅大师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老年人被骗的。如果被 AI 这样的一个武器加持的话，那它就会多了一重怎么样？比我们可能知识储备更好的一个工具去帮助他。有些人讲啊，你可能没有意识到 AI 是我们所有人啊，不单单是老年人，未来一个知识储备最高并且态度还最好的朋友。我看是啊，对老年人更是了，他们很需要情感的关怀啊，需要被关注。那 AI 这个态度是很好的，用过的人都知道啊，那谁都可以用。如果在大马就用 ChatGPT 就好了嘛啊，如果在中国没有可用的不翻墙的 AI， 那就用 DeepSeek， 有何不可呢？此其一。第二点呢，我是个科技的重度使用者，也是个爱好者，我用 AI 也非常多。我呢来谈一谈啊，老年人该如何使用 AI。如果你看到这一趴觉得有些帮助的话，也欢迎啊转给有需要的人，好吗？我觉得第一步呢，我们还是要去帮助老年人去下载和注册这个软件，因为这一步是逃离不了的。它毕竟呢是以一个网页或者是一个 App 的形式啊存在的。如果老年人这一点没有问题，那 OK。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们又要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小。第二步呢，其实适用所有人的，但我们可以啊让老年人知道和 AI 对话的一些诀窍是什么。我自己用的蛮久的，我跟大家总结了3个诀窍啊。第一个呢，你要给他一些场景，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我是一个70岁的老人。我的眼睛也不太好，这个药瓶上写的是药的使用功能有哪些，注意事项是什么，有什么副作用吗？我常年患有胃病，有时候会有一些偏头痛，你就告诉他场景和个人信息越多越好。他有时候呢还会记住，哦，你是这个特点，下一次他就知道了啊。一定要给他一些场景。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比如啊，你可以跟他讲我的一张什么退休证过期了，现在我生活在上海，那么我应该怎样最快的速度办到这个证啊？你要说的越清楚，你把它整个场景加进去呢， AI 是会考虑这个场景，它会基于你这些条件来给到你答案，这样你不太容易获得一个错的、太广泛的不那么实用的答案啊。这是第一个诀窍，场景。第二个诀窍呢，叫做追问。有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回答的太广泛了，他这个内容好像有点偏原来我的提问方式中他误解了这个意思。那不要忘了 AI 是理解上下文的意思的，你可以追着去问，你可以说不对，刚才那个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这个意思，你再告诉他就可以了，好吗？第二个，追问有助于你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准确的答案。那第三一点呢，是反问。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说什么 AI 都觉得是对的，我说你觉得我这个说的有道理吗？他说你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我问他说这个不对在哪儿？他说这个不对的地方在于1 2 3 4 5 6 7 8。 AI 难道是一个墙头草吗？随便哪一边都可以走吗？其实并不是，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提问相对宽泛，而答案呢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世界是多面的，你讲的任何一面确有其道理， AI 当然会回答你。所以它可以做的第三个事情呢，就叫做反问。你可以反着头去问，这样办事了，你再去问他说那么如果我这样去办事会遇到哪些问题啊？他给了你这个答案，说这款药怎么用没有什么副作用。那说真的吗？如果是一个身体怎么不好的常年腰酸背痛、肠胃不适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吗？他跟你讲我赞同这个观点，你就问他说 OK， 请你还记得刚才说场景吗？你站在一个反问的立场上，反对者的立场上，你会如何去做？这样你就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再让自己去加以判断这是老年人使用的第二点。那我要说老年人使用的第三点呢，就是利用上面的技术你不能完全相信因为你完全听他的，觉得他说的什么是对的，都是对的，那个也会有问题，还得加上一些自己的判断，越综合宽泛的意见越好。不过大体上来说呢，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应该会比我们子女给到的答案我认为已经要好上不少。
使用注意点的，我想给的第二个诀窍呢，因为老年人打字有可能没有这么快，那 AI 呢现在除了文字输入，你都可以给它语音，它会帮你识别出来，叫 speech to text。这个过程不需要你来完成，它会识别出这个字，还会前后校验文本，把它输入到后台来给到你答案。甚至于有些 AI 像 ChatGPT 可以直接语音的对话，加上语调语气都是可以的那老年人打字慢或者表达不清楚没关系，你就说的不对，还记得吗？追问反问那么还要老年人使用注意的第3点那除了语音的输入，你还可以拍照可以给它录视频像 ChatGPT 就可以实时的拍着视频说这是什么呀？我要找的那款花椒在什么地方你给他看一个图片，说这上面的字帮我翻译一下，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一个化妆品，都是英文的，什么意思？你就问他，都可以大体上得到一些答案。这样的就是一个如何使用了。最后第3个部分我想来说一下我对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使用 AI 的一些思考。首先我想我提到了这个关键词 DeepSeek， 很多人就会说了，那这个产品是有问题的它是盗窃的，它这个技术有可能并没有这么好。是，我同意其实很多事情呢，目前还没有水落石出。以我做技术很多年的一些观感我自己有一个大体的判断，我相信在 AI 上的 DeepSeek 绝对没有做从0到1的事情，那个耗费的时间钱都是很大的，但它一定做了一点1到X 的事情它并不是直接拿来就用的，它有它的创新。至于这个1到X， 这 X 是到了10还是到了100，我并不知道，并且呢它有没有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我相信有可能会有一点，但是具体怎样我并不清楚，我们等着时间让它水落石出吧。不过我想的第2个思考呢是这些刚才提到的那些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影响是很小的，包括说 DeepSeek 很多人提到它的审查，是的我也知道，所以我个人是用 ChatGPT 的，但是这个对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我们不要让这些全部意识形态的东西压制到我们所有的事情。它对我们普通人影响绝不会比我们好好吃饭、维持健康、好好生活和老年人去关心他这个事情来得大。如果它在知识层面上，它在生活上可以帮助到老年人，我们先要把它用起来。我们一定不要抱持非此即彼的极端的思维。这个事情上我讲的就是它如何帮助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因为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再讲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使用 AI 的工具，那有帮助我们就要拿来用，不要把它给浪费最后一个思考呢，就这个时代真的在变，这真的不单单是对老年人了，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一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比如说10几20年前微软小冰或者那些简单的小米同学 Siri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很弱智，它听不懂我们的话。那现在呢，我们要学习如何与 AI 对话，我相信未来这是人类的重要使命。你会问，就我刚讲，给它场景，追问反问，那这是最简单的。等到未来我们越是会与 AI 对话，拿到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就像我们当今如何去请教老师，去学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这些知识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好，我也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也请帮忙转给有需要的人吧。拜拜。